各位朋友，那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那有的朋友说这还用问吗？那肯定第一大原则就是对等原则呀。可是中国对于印度的这种签证上的对等原则完全被践踏了呀，中国的国师审议都看不下去了呀。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扎心的事实吧。中印签证政策的悬殊对比，堪称当代国际交往中最刺眼的双标本。中国公民申请印度签证需要提交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且余额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或提供1万元的存款证明，并冻结3个月，外加无犯罪记录的公证，且仅开放北上广3城的签证中心，拒签率高，审核周期漫长。反观印度公民来华2025年底到2026年底期间享受的短期的签证免采指纹政策，资金审核弹性宽松，近乎零成本入境。这种不对等呢，绝非是技术差异，而是赤裸裸的战略傲慢。印度吃准了中国在新能源、光伏、基建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明知其制造业升级离不开中国工程师，却用签证的铁闸百般刁难，同时敞开大门吸纳中国的技术与市场红利。这不是正常的移民管理，而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精致算计。更荒诞的是制度漏洞催生的种姓幻觉。当入境审核宽松，居留监管存在着缝隙，执法顾虑国际观瞻时，个别的印度入境者竟将本国的封建等级观念移植到中国的街头，妄图以高种姓的身份索取特权。这种幻觉的本质是管理端的软肋给未来的糟粕提供了寄生的土壤啊！看看如今的驻印度大使的网络风评吧。要粉碎它，不能靠道德谴责，而要靠3条铁律：签证入口从严，把空壳担保的成本打到疼；公共场所执法统一标准，零例外，零文化差异缓冲垫；实有人口登记与出租人连带责任双管齐下，让非法聚居失去物理空间。谁租房子给外来的这些非法滞留者，要处以重罚。所以就提到了您刚刚提到的高水平自主的对外开放要落实到细则。那我们就单来看目前出来的哪一些细则的东西。第一个是无雇主担保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第二个，他的学历要求是对。第二个，他的学历要求是学士学位的吧？昨天这里面就是说，那我实事求是的讲，他说是学士起步，对不啦？就学士起步的话，那你到最后就是所谓的实施细则，甚至就是执行过程当中，不是有自由裁量权吗？不是有自由新政吗？你放的时候，你的比例怎么进行控制？我能说的直白一点吗？我把它底拉到学士这块，然后你交上多少份？然后很简单呀，你不能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你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你看加拿大一开始不是放得很松吗？然后美国在区域 B 里面不是印度人靠基数冲到了60、70吗？然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对吧？跟政策初衷不符了怎么办？你改啊！或者说你自己想清楚你的细则究竟怎么落地？因为你现在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如果去讲法规本身，你讲法规本身的话，里面其实就这一条。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移民局和那个外交部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的，对这个东西做的2个问答。什么叫问答？问答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是这样的，但是我当时回答你这样，然后过后我制定一台细则，然后这个细则跟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存在或者说在执行过程当中存在更多的差别。你说这个问答有法律效力吧？可操作空间大。那里面有，我就说政策是有弹性的，行政行为是有这种弹性空间的。
你在看到最后成文的有法律效定的，并且作为执行对象的东西之前，这些都是有可能性的。倒过去讲，就是因为有这种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把自己各自不同的看法说出来，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他需要输入啊。它形成这个之所以以本科为起点的这个东西，很可能是建立在一系列他接受的输入的信息和数据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有人告诉他，你可以捡个漏，对吧？你看看那些外国出名的那些大佬们，也许他们都是没有到本科学历就出来创业的，那种人超牛逼的，我们就要捡一个这样的宝。当然你可以去讨论从人才培养上来说，这是不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表达，或者说这种取向是不是有的，这就是所谓的讨论呀。政策讨论和学习讨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呀。然后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为什么讲这个决策，讲政策修订，林德布鲁姆讲渐进决策，每一个决策都是对上个决策的小小修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儿，你不可能，你也没条件一次性就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东西，那你就先扔出一个靶子来让大家批吧。在这个靶子上面被钉了满头包之后，你怎么办呢？就改嘛。好，我继续说一下大家的参与的讨论啊。他说沈老师，我都不敢直接说印度委婉的用了蟑螂的比喻，您倒是直球把这次网络舆情里面的水友对印度人可能大量涌入的风险跟负面影响给点出来了，给沈老师点赞。听沈老师的讲解，在后续实际执行和对人才的筛选上会有专案跟应对方法，尽量避免夹带私货。我们可以相对和平的去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线帮我们。是平和，大家平和，不是和平，怎么和平都出来了？哇，天哪，这是我脑子里全是和平。平和的去帮我们，去在第一线帮我们拦住一些不该进来的四害。但这个先听完，还有没有？还有 Lydia 说，国内的大学生就业解决了吗？就要开放印三的大学生进来吗？还有人说，请沈毅老师务必阻止 K 签证。你看，我没那么大能量，不可能。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问题。大家对于印度这个或者说这一类外来移民的问题，144小时免签是不是申请最方便和最获得这些东西？但144没有印度哦。第二，现在的这个正常的商业和旅游签证里面，印度是不是在内？那些东西里面，如果说结合印度的大家传说中的这种造假产业，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印度人涌向中国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连起来之后，无非是什么？其实无非就是那个甲亢的那个表述，就是那个 H1B 那边怎么样了，然后这边对 K 签不是 H1B 啊！我再说一遍啊 ，K 签不是 H1B 啊。就是这个刚才没说完，你拿到 K 签是你在中国进行工作的一个充分但非必要条件，能懂我这句话吗？就是你拿的是旅游签或者是其他的签，你在中国绝对不可以工作。但是你拿了 K 签之后，你有可能可以工作，但是你在中国的这个工作能不能变成一项工作，你得经过中国的那个外国人就业管理办法，是，你得满足他那里面的条件。各位啊，以中国的这个治理水平，你要让一群老外，一大群老外瞒过中国的这个，我不说警察，居委会的朝阳区大妈们在中国黑出一个社区来，还是那种乌泱乌泱、无法无天的，真能黑成这样？那我，各位，我举2个例子啊，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啊。好。电诈区14个人刚死刑判掉，看到了吗？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像什么平原，是平原什么？这是应该是平原吧？就扫毒的那种
你们所描述的那种非法移民冲进来，然后搞出一个法外之区，最有能力这么干的，不应该是类似于像境外毒贩这样的东西吗？或者边境地区毒贩这样的东西吗？如果这种事情真的那么容易在中国生根发芽，参考美国例子，这个边境区早就应该糜烂了，对不啦？不是，大家对中国政府的能力是不是有什么疑惑？中国政府擅长的是什么？也许有些个案当中，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基层的日常正常的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仍然因为之前处理外国专家这种概念，所以给人了这种事实上在基层中存在某种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这个不用否认，这不用否认。但是它是不是夸张到足以在中国就支撑起一个这种场景的东西？我就慌进来，然后蹭搞出一个这种社区。我知道啊，这个有人要讲那个广州那边那个非洲移民的这个问题嘛？对，非洲。它扩出来了吧？就算那个区本身还在，它扩出来了吧？它每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啊？它是不是还被，或者说有一段时间还曾经被清理过了？那你如果认为有问题，没关系，慢慢整啊。慢慢整啊。然后刚才说中国大学生，没错，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移民不移民的就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人才工作怎么做？真正意义上人才需要的环境怎么样去搞？那我说实话，这是更高一个层面，或者是另外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跟这个移民的事并不完全直接沾边。但是这一点上你也不用怀疑，我同意大家观点。第一，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你要引进的人，你去看，其实签证里面有几个签证挺有意思的。有一类签证当中有一个特殊的选项，就是在这种海上钻井平台里面，这个给外国工人发的签证，就是要求什么？他有那种在这种石油钻井平台上所需的特殊工作技能。这个大家承不承认？就是说，如果说这种人短缺，或者说这个活就是没人干的，我们去引进一些人愿意做的人进来去做正规的、有效的进行管理，是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是一件好事。那至于说你大学生你，那么，那这个事情就之前有人就讲了，就包括昨天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你所预期的人才的需求和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的方向，还有大学生在大学里面自己对自己能力提升的要求，这几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匹配起来？产学研，就是你整个这个合起来，能够匹配起来，然后构建一个良性的环境，对吧？这个环境包括薪水的，包括待遇的，然后先去做，对吧？然后呢，它这中间可能 tricky 的一个概念，什么叫 tricky 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所谓大学本科的青年科技人才和大学毕业生之间是不是完全能划等号？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所谓本科的科技人才的这个就业，不好意思，和一般意义上的大学生就业完全画上等号？这个在政策上来讲，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后面的一层逻辑，这层逻辑就是，你这个政策当然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为本国的人民去服务了。先解决把本国这些人用好用足之后，不够用了，急缺了，拾遗补漏了，基于什么正当性的理由，你再去考虑外国人，对吧？你再怎么开放也是这样一种开放，而且衡量开放的指标，我们自己讲的。改革开放分为2个阶段，一个阶段什么引进来，什么时候引进来？你这儿是弱势，他那儿强势的时候，引进来为主。等到你这儿起来了之后呢，你更加关注的是你这儿怎么走出去，对吧？
就像中美关系一样的呀，中美关系永远是说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挣多少钱，对吧？中国就是整天成为一个让美国你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是成为他挣钱的对象，这肯定不是你改革开放的目的啊。人才道理也是一样的。但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这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当中涉及的问题，它不是一个 K 签就能够覆盖的。几乎所以我说这事牵一发动全身，但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就相当于说我们在长身体，长到一定程度，原来这件衣服不合适了，它不是这一件衣服不合适了，你原来那一套衣服可能都不合适了，每一件都要改。每一件都要换新的，那怎么办？慢慢换呗。然后呢，在换的过程当中，大家保持什么？保持自信。什么叫保持自信啊？你说因为衣服都要换，所以我不穿了，我裸奔。因噎废食。这肯定不对啊，对吧？肯定有哪里不对，对不对？然后因为我穿不下了，所以我不长了，我回去我回到之前那些旧衣服都穿挺好的。那好像也不对，对不对？所以这种问题就是说，就简单来讲，公共政策需要讨论，然后呢，讨论公共政策需要环境，这个环境当中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能够保持心平气和，然后有聚焦的去进行讨论，然后愿意接受什么？愿意接受就事论事的功能性解决方案。避免什么？避免像美国的白左那种讨论，上来就给你上个价值。那因为价值这种东西它没法讨论，你知道吗？它就是个 yes or no 接受或者是不接受的这个东西。那公共政策这个我记得很多人在之前批判白左这岛以及美国国内很多问题的，就是说公共政策和一些价值过度绑定之后，公共政策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利益的再分配，没有办法进行利益的再分割，然后公共政策就没有了可行性，就脱离了这样一种世界。人才引进，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个国际人才如何为我所用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不仅是在人才领域，比如说在中美战略竞争当中对中国传递的国际社会的形象当中，它所具有的作用，它应该采取的分寸，战略层面、政策层面、政策的短期、中期、长期政策的宣示，它的执行完善或者说做校准，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环节，每一个具体环节大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讨论。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你要分清楚什么，就是你的这种观点和看法所依据的那些材料，那些所谓的证据，大家写议论文嘛，论点、论据、论证嘛，你的这些证据是真实存在的，是你想象出来的一种可能的场景，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作为有益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就是当你给出场景、给出风险、给出挑战的时候，最后你要有一个结论。结论什么？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大家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框架去思考这一类问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你一旦进入这种框架进行思考，你的情绪就开始下来了。因为你把这个框一框它没法上情绪的，因为一上情绪这些框就没了，它从底层就把这个框给烧掉了。你可以有一些观点你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行我完全不接受行，也是一种观点。但是呢，你如果要让你的观点有意义，什么叫有意义？就是对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有意义。那就告诉你说，你说签能不能当时就取消掉？不太可能。你说这个 K 字签说我不干了，我重新通过把这条东西全部消掉，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也相当的大，因为它至少是它至少是一个行政法规，它是一个部门的行政法规。你要对部门的行政法规进行一波重新修订，然后把它重新推掉的话，这个涉及到的法律程序和具体的实操来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而且你去看，他就在那里面加了一条，我要发一个 K 字签证给外国青年人才，或者外国科技
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就这么一句话，就整个法规里面就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真正能够去动的，你要去影响的，就是第一细则，第二执行。那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什么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什么是具体的执行的结果。真正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不是它纸面上写的那几个字，是你执行的这个结果。然后这种执行的结果，在公共政策层面呢，确实是需要具体的事件、个案去进行推动的。然后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上来说，为了避免将来你突然遭遇一个重大不确定和意外事件的冲击而陷入被动状态，你在制定这个细则的时候，你需要进行场景推演。你需要把最极端的场景推出来之后，你去说我要去回应的话，我前期如何预防？中期你有没有给充足的资源，让基层有能力去应对？我别的不说，你真的要以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去做的话，你是不是有必要先划几个试验区？如果你不划试验区的话，那些现在不接触外国人，但是是属于基层的工作人员，有了这个时候要接触外国人，他的能力你怎么提升？你怎么去教他？然后你怎么教他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体现国民待遇，不是超国民待遇？没错，对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就老百姓每个老百姓对于政策的评价，包括我在内，都是基于身边经济学，就是身边的直观经验。这个是很，因为我是人嘛，我是普通人，我不是体内制定政策的嘛。经验所谈，一定是经验所谈。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上看什么呢？就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政策制定者的沟通跟传播，跟政策的内容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你不能说根据你们这些这个懂行的人一看说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为什么说这个就业和那个创业那个事情？因为问了很多人，我才搞明白这个关系。我不是做这个的，我不是做管理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会从字面上说，你说他拿了这个东西可以啊，对吧？比如说你看申论肯定不及格嘛。一个充分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和必要条件就分不清楚，这撑死的是个充分条件嘛？非必要有它不一定发生啊。有它可以发生，但它不一定发生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拿到另外一个东西，我后面还卡你一道呢。这个就是制度设计的东西。所以从这些问题上来讲呢，大家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你要积极保持关注和参与，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你可以把问题问出来。但同时呢，讨论的时候就保持这样一些心态，所以大家进行这样一些沟通跟交流还是很有必要。不得不说，沈毅呢，作为中国的智囊之一他也很担心现在的中国的这种签证政策呀，那纯属是给自己找事儿。印度现在国内的高温危机呀，更暴露了这种深层的危险。2025年5月份的气温都突破50度了，全国的用电的缺口率那是相当的可怕。北方邦、中央邦数十城镇全域拉闸限电，变压器高温自然频发，14亿人口中的空调保有量不足1亿台，普及率仅约 7%， 超12亿人无空调可用，底层的民众连风扇都凑不齐。当生存成为问题，润去中国已经从网络调侃演变成系统性的风险了。郎咸平曾经警示的难民潮并非是危言耸听，3500公里的边境线一旦承压，将同时引爆人道危机、边防安全危机与社会治理危机。更需警惕的是移民潮，印度政府将外流包装为全球印度人网络若高科技群体以合法的途径嵌入了中国的产业链，技术外溢与战略反哺的效应将长期侵蚀中国的竞争优势。大国的雅量不等于无底线的让利，
中国数十年深耕基建、敬畏自然、布局长远换来的安稳生活，不是工人随意支取的公共品。当印度在极度的缺电缺水的民生环境中，仍豪掷1800亿美元追逐芯片大国的幻梦；当班加罗尔每天停电，却又妄想建设零波动的电力需求的晶圆厂，这种罔顾民生的疯狂，恰恰反衬出中国治理体系的珍贵。该管的签证必须管，该查的滞留必须查，该堵的漏洞必须堵。开放与交流的前提是主权对等，包容与合作的底线是利益自保。任何社会都不是无底洞，不能让资源在没人注意时被一点点的掏空。当印度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北上移动的时候，考验中国的不是待客之道，而是守土之责。让规矩足够硬，婆罗门幻觉在中国的街头就活不过一个下午。这不是排外，而是对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庄严捍卫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